大家好，一个多月前还依旧叱咤娱乐圈的吴亦凡，现在除了在百度条目中成了加拿大籍的强奸犯，在其他热闹的网络平台上都已经变成了查无此人的无名氏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哀呢？我觉得既是个人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他固然可恨，咎由自取。然而，那些曾经纵容他犯罪、不是他犯罪，甚至包庇他犯罪的人，才是最大、最可恶的幕后的元凶。您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觉得呢？因为从我的视角上看，吴亦凡事件的整个始末，我的眼前始终都有这么一幕总也挥之不去的经典的镜头。这个镜头就来自于赵丽颖所主演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他所展示出的就是一种叫做家教的，注定跟随一个人一辈子的精神上的力量和财富，又或者说是精神上的溺爱和枷锁。也就是说，家教良好的人一辈子所承载的都是父母所传递出来的精神上的力量和富足，家教失败的人一辈子所背负的都是父母所捆绑上的精神上的错爱与枷锁。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期待他们一路都会乘风破浪，积极乐观。所以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行动。看过《知否知否》这部剧的朋友们都知道，主角盛明兰的母亲魏小娘是一个妥妥的走过场的悲剧性人物。然而正是这个做母亲的悲剧性的人物，却给盛明兰留下了一大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而巨大的精神财富。例如他在临终之前为盛明兰留下的那个简单无比的6个字，也就是凡事活着最大。这句话的背后蕴藏着人间说不完的生命的奥义。对于小小的盛明兰而言，可以概括为自强独立，不争不抢，知所进退，不怕被人冒犯，不怕咽下委屈，目的只有一个，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跟着才是活出最好的样式。请注意，这里有个关键点，就是活下去，它才是人生金字塔最重要的塔基础。至于说活出最好的样式，它只是让金字塔锦上添花的上层建筑罢了。如果把这个人生金字塔的次序倒转过来的话，结果只会站立不稳，瞬间的崩塌。所以赵丽颖所饰演的这个盛明兰一辈子小心谨慎，举止谦卑，行为圆滑，没有给人留下任何的把柄和口实。例如面对小公爷的反复示好，他十分清楚自己的角色，不敢恃宠而骄，而是选择避开，甚至转手就把小公爷送给自己的礼物送给了2位同时喜欢上小公爷的姐姐们。正是因为盛明兰非常的明白自己活下去才是复仇成功、达成心愿的前提和保障，所以她处处隐忍，时时退让，成为了一个让人无从挑剔和指摘的盛家6姑娘，完美保全了自己，最后成就了心愿。请注意，即便她最终如愿以偿地登上了人生的巅峰，这个经历过人情冷暖、人生万变的盛明兰，并没有贪恋并停留在最好的生活模式当中，她没有继续追求富贵的锦衣玉食，而是指望一家人简简单单的过好日子就得了。于是乎，他重新又回到了自己母亲魏小娘所叮咛提醒的那句金玉良言的起点了，也就是凡事活着最大。可以说，盛明兰的人生活得敞亮而明白，而现实生活当中，这个演活了盛明兰的赵丽颖也完全活得
真实而一致，活得同样是通透而明白。因此，金子般的宝贵的家教，让盛明兰和赵丽颖都受益匪浅，而相当失败的家教，有时又刚刚好是把前者的人生金字塔活反了，活调转了。也就是说，把活得最好、醉生梦死、骄奢糜烂当成了人生的全部和生命的基础，反而把活着最大当成了可有可无的人生的装饰品。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完犊子了。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奇怪的动物，没有之一。虽然很多人活得都明明白白、通通透透，但是也总有另外一些人活得糊里糊涂、醉生梦死。如果我说吴亦凡和他的老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恐怕您不会反对吧？所谓摊字头上无形刀，吴亦凡及其老妈已经坐拥了数以亿万计的富贵的身家，居然还会鼠目寸光、守财如奴。这一老一少居然个个都看不明白，也不懂得人生金字塔的基本构造，居然活下去和活得最好，哪个是基础，哪个是上层，哪个可以抛弃，哪个值得放下，都完完全全的搞不明白。明明简单一句都美竹想要的道歉就完事儿了，也就是对不起这三个无数人都能脱口而出的字，完全就是轻飘飘来轻飘飘去的无关痛痒的话罢了，而且还1分钱都不用掏不用花。说完这3个字，你吴亚谦不照样可以继续以前的嚣张跋扈和风流快活吗？结果不，他居然还扭扭捏捏，故作高冷，偏偏坚持不说，居然不把活下去当成一回事。结果事件升级到了800万的青春赔偿费，其实这种小额的款项还是这个任性家庭的9牛1毛而已，也就是4部玛莎拉蒂 MC 罢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这对态度豪横的任性的母子还是忘乎所以，自以为是，不把活下去当做一回事。真的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到底是爱财如命呢，还是爱玩如命呢？真的是见仁见智了。而且奇特诡异的是，这个完完全全掌控自己儿子已经半辈子了的任性的老妈，居然会完完全全的相信了自己这个嘴上压根儿就不长毛的儿子，居然还想反咬一口杜美竹，诬告对方勒索，想让对方尝一尝社会主义铁窗的味道。结果翻车了，转折了，悲剧了。原来自己毫无保留的相信了一辈子的儿子，居然还是把自己给耍了。这个坚信自己儿子无辜闭着眼睛的老妈，真的是演活了一出100年一见的大义灭亲的人间戏码。这对活宝母子算是玩了一出世界上最悲催的相爱相杀的丑陋大戏了。表面上讲都是钱惹的祸，现在别说800万，就算800万后面再加上4个0，也就是800亿，也彻底捞不出这个自己压根就不认识的宝贝儿子了。从一毛不拔到倾家荡产，这一出完全零家教所惹出来的人间闹剧，就是一场活脱脱的人生金字塔彻底调转过来的人生的崩塌。因为吴亦凡的老妈看不懂人生金字塔的简单的构造，所以吴亦凡自己也完全活出了完全颠倒的人生的样式了。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活得最好的美梦被彻底的断送了，就连活下去的最低的人类的要求，也基本上要靠后悔加上药去勉强维持了。最可悲的是，从本质上讲，这个做母亲的穷尽一生，居然都完全看不清自己的宝贝儿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又是个什么样的渣。
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彻底蒙蔽住了吴亦凡老妈的双眼的呢？欢迎您在评论区中留下您的由衷的心声，或者干脆留下2个字的短评，一个是金钱，一个是无知，一个是溺爱。欢迎您踊跃参与，积极的评论。毕竟每个为父为母者都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和人生的领悟，所以我也特别欢迎为父为母者的心声。根据我的目测，就是妥妥的溺爱。它不是纯粹的母爱或者说父爱，它是一种没有是非对错，没有伦理道德，只会把人溺死的偏执加上畸形的爱。在这种爱的保护和包装之下，吴亦凡的人设轰然崩塌，所有过往的高调和纨绔、耍宝和耍酷都被撕下了画皮，丑态尽出，原形毕露了。更可怕的是，吴亦凡和那个一味溺爱他的懵懂的老妈，这2个人的人生金字塔，2个人的世界都一道崩塌了。那么灰烬之下还有未来吗？或许再过10年，当吴亦凡继续在美加等地巡回作监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跟进和报道的。另外，我不觉得赵丽颖或者说王一博的父母学历和学识会比吴亦凡的老妈高出多少，但人生的智慧真的跟学历和学识无关。魏小娘的一句话让盛明兰终身受益，获益匪浅。同样的，赵丽颖、王一博的身上也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并学习到一种父母身上所传承下来的简单伟大、真知灼见。在这里，我只想说上一句：愿天下的父母平安是福。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特别期待云斐夫妇王炸 CP 以后还有机会可以重来，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爱心、鼓励和支持已经证明了都是达成心愿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慢慢汇聚起来的话，就是能够影响你我左右未来的巨大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终有一日会为您唤醒下一波的惊喜和快乐，更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您所钟情和喜爱的人。世事难料，日子苦熬，爱一个人就请时常的大声的说出来。同样，我也欢迎您点赞、鼓励、转发、订阅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